寶可夢傳說 ZA 證明了寶可夢是世界第一商業 IP， 因為如果拋開它是寶可夢系列作品不談，寶可夢傳說 ZA 就是一個只有公式化清單，沒有開放世界，劇情薄弱，隊友不熟，畫質醜陋，動作僵硬，關卡無趣，沒有配音，內容匱乏，還賣 3A 大作價格的垃圾遊戲。但是配上寶可夢 IP 之後，好像還有點意思。對我來說，沒有珠子好玩，玩到第二天就已經完全玩膩了。結局篇更是玩着惡心，完全不好玩。捏着鼻子通關之後，趕緊把遊戲回收了。我不是寶皮龍老自立，我只玩過寶可夢紅綠皮卡丘、火紅葉綠、紅寶石、藍寶石、綠寶石、珍珠鑽石、白金、新金、魂银、黑白、黑白2、究极日月、剑盾珠子。毫不客氣地說，如果 ZA 這款遊戲沒有寶可夢的 IP 價值加持，哪怕它套上另一個很大的 IP， 比如叫做最終幻想 ZA、漫威群星 ZA、我的世界 ZA 或者怪物獵人物語 ZA， 它會迅速成為路邊一條垃圾遊戲。但是因為它是寶可夢，所以大概率還能賣得不錯。玩了這款遊戲之後，再看其他被稱作公式化清單開放世界的遊戲，比如刺客信条系列、地平線、零之曙光或者对马島之魂，簡直就是一場生動的異世界穿越體驗。有人覺得女神異聞錄系列高中生變身拯救世界的劇情鬧麻了，而寶可夢傳說 ZA 的劇情甚至沒鬧，直接麻。都到最後拯救世界的時候了，幾個隊友看似好兄弟，實則根本不熟。這個黑人小男孩會裁縫，這個女孩會跳舞，至於這個男的會借錢啊。过场動畫裡好像我和這個男的是平等的青梅竹馬加勁敵加好兄弟一樣，實際上我連他的名字都不記得。我的冒險和他有任何關係嗎？主角團的團魂和新三國的劉關張差不多水平吧，在關鍵劇情節點被天意強制愛當好兄弟，實際上根本不熟。主角團之外的這些角色更是纯紙片人。很多人嘲笑二次元卡牌手遊拿萌屬性排列組合隨機生成角色賣卡，寶可夢傳說 ZA 中的這些角色就是人們刻板印象中的二游角色，有一個設計的不錯的外觀，以及一人一個人設標籤，每次出場就是復讀人設標籤，扁平的完全不擬人，並且包括主角團在內的每個角色的劇情登場時間都不如原神艾米莉埃傳說任務長，個人劇情連最基本的起因經過結果都沒有，就交代了一個人設標籤就結束了。比如這個女的喜歡跳舞，所以呢，劇情上怎麼體現？就是有一天早上起床，我們發現她去跳舞了，劇情結束。沒有一起參加華麗大賽登台奪冠，沒有一起打敗想要強姦他的舞蹈教練，沒有在地鐵被木內肘之肘斷腿放棄夢想，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就是告訴你一下他的人設是喜歡跳舞。我曾經嘲笑《暗域幻想》中的跳飛機、逃離遺跡等大場面動作戲畫質復古，手感稀爛，只是對神秘海域之類的 3A 大作的拙劣模仿。但是和寶可夢傳說 ZA 比起來的話，暗域幻想確實是滿分 JRPG 神作，無論是劇情還是畫質還是玩法，一點問題都沒有。寶可夢傳說 ZA 的半自動指令對戰玩法完全不好玩，甚至不如火紅葉綠好玩。在大結局之前我還可以給6分，大結局部分我只能給3分，就是一坨答辩啊。我一直說 ZA 的戰鬥很亂，這個所謂的半即時戰鬥就是集合了回合制和即時動作的糟粕的几百短。最終幻想和仙劍奇俠傳用這個垃圾的時候都被噴出屎了，被行業淘汰了10年了。戰鬥本身不好玩，那麼關卡設計呢？這遊戲真的有關卡設計嗎？就是發現失控超進化寶可夢了，去地圖上的3個標記地點打敗3個失控超進化寶可夢，然後去戰鬥區域打敗路人訓練家，積攢積分，積分攢滿了之後去打升級戰，升級之後會開放新的野區，每個野區都標注了裡面有哪些野生寶可夢，進去把寶可夢都抓了，一直循環，從 Z 級升級到 A 級。還好中間劇情直接給跳級了，不然真有人能忍到玩通關这個遊戲嗎？說是野區，但是其實就是大街上，整個地圖都在一個城市裡，沒有海洋、沙漠、森林、火山、草原、雪山等等大地圖遊戲標配風景。
就是複製粘貼的居民樓之間，複製粘貼的大馬路，有2塊小草坪，分布着幾隻寶可夢，還有所有大地圖遊戲裡最爛大街的滿地垃圾到處撿。別的遊戲裡大家嘴上叫撿垃圾，實際上蘋果有蘋果的建模，草莓有草莓的建模，靜謐公主有靜謐公主的建模。寶可夢傳說 ZA 裡是字面意思上的滿大街垃圾，長得跟隨地亂吐的口香糖一樣。撿這些垃圾還要召喚寶可夢，鎖定指定釋放技能，等寶可夢走到合適的技能釋放距離，播放完技能前摇動畫，打中垃圾。正常遊戲都是跑過去直接撿就行了，寶可夢傳說 ZA 的跑图體驗更是不行。由於米亚雷市這個地圖實在太小了，珠子裡用過的坐骑系統也被阉割了，你也不能主動向上跳，只能移动和翻滾，動作僵硬，手感詭異，不如 PS3 版刺客信條或者 N64 版馬里奧。但是制作組還是滿地图撒滿了垃圾，以及收集垃圾途中的跳跳樂關卡，幫助你享受他們制作的難崩的城市風景和惡心的機動手感。按理說這次沒有多樣化的大世界地圖，只有一個小小的密阿雷市，到處都是複製粘貼的樓房，應該不難做，尤其是城市燈光夜景是最適合炫技的。不指望你做出夜之城，但是你做出的這逼風景，華為應用商店裡閉着眼下載一個 3D 手遊都沒有這麼醜的城市夜景。而且這個遊戲有晝夜切換系統，還不是無縫切換，每隔10來分鐘就要強制觀看美妙的晝夜切換城市全景風光，強制我露出難崩的表情。平時玩法也就是無聊了一點，被地形卡住了，惡心了一点。大結局改成我方多人对戰大量野怪，戰鬥體驗純一大坨屎，鎖定系統鎖到哪個敵人純隨緣，根本沒有策略性可言了，就是上4個傷害技能，哪裡亮了點哪裡。片尾曲 PPT 開始的時候，我第一個想法是這個大媽誰呀？真的不熟。然後超 Z 隊裡那個誰，我不記得名字，我叫他太子。劇情裡他不知道怎麼也升級到 A 級了，隊友裡只有太子是 A 级，但是完全没看出來他強在哪兒。唯一一個記憶點就是他借高利貸不還，黑社會上門催收，我們幾個隊友替他還，完全是個沒能力對自己負責的小屁孩。我跟他的感情還不如和黑人小男孩。大結局的時候愣冲宿敵，突然要跟我決鬥，爭搶拯救米亞雷市的資格，輸了之後又不認，還是他去上塔。最後的動畫裡好像又是和我們對等的站位，憑什麼呀？你雞巴誰呀？玩完了寶可夢傳說 ZA 的結局大戰，我有一種一肚子大便終於拉完了的快感，根本不會意猶未盡。放完片頭曲竟然還有劇情，我有一種拉完大便擦完屁股提起褲子來發現還有一段的惡心感覺啊！去你的吧，刪除遊戲，再也不玩了。